洪58年，大将军徐达病逝，元朝枢密院长官张玉带着10岁的儿子张辅南下投奔明朝。洪武31年初，朱棣在北平起义，以靖难为名，率兵南下。张玉追随朱棣一路征战，屡建战功，成为朱棣最倚重的左膀右臂。建文3年，东昌之战，为营救朱棣，张玉冲入南军阵地，被弓弩射死。这时，已长大成人的张辅接替父亲职务，指挥所部兵马，在嘉禾、淝河、灵璧、浦口等战役中击败南军，成为一颗新的将星。在未来，大名鼎鼎的英国公张辅不仅是一位名将，更是4朝元老、顾命大臣，是大明朝堂上一语定乾坤的存在。这就显得他的猝然离世愈发不同寻常。建文4年，朱棣击败朱允炆，夺取帝位，改元永乐。封赏众将时，朱棣册封张辅为新城侯，世袭罔替，有2次免死机会。靖难之役，张辅封侯；4次征讨安南之战，则让张辅名垂青史，成为与徐达并驾齐驱的名将。安南又称交趾，秦汉以来就隶属于中原王朝。唐朝末年，藩镇之间相互厮杀，无暇顾及安南，此处便脱离中原，自立门户。北宋武功孱弱，安南屡次出兵广西、广东，让朝廷头疼不已。忽必烈时期，蒙古骑兵多次南征，碰得头破血流，被瘴气击败。1404年，安南国王黎氏欺骗朱棣，劫杀护送陈天平回国的明军，自称皇帝。朱元璋在位时，曾定下15个不争之国，安南就在其中。朱棣一怒之下，竟然做出一个违反祖宗的决定，派朱能出征，领兵30万南下征服安南。行军途中，朱能病逝，张辅接替其职务，继续南下。张辅骁勇善战，足智多谋，明军连战连捷。富良江之战，黎氏出兵10万抵御明军，水陆联营，还有大象军团协助，气势如虹。张辅效仿城濮之战的模式，以狮子画像披在马上，后面则是火铳队，与安南的大象军厮杀。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，晋军以虎皮蒙在战马身上，大破楚军，楚国大将子玉羞愧自杀。安南之战，张辅则以狮子画像披在战马身上，配合火铳部队作战，可以说是战术上的创新。大象很勇猛，在火器面前也是血肉之躯，丝毫挡不住。明军火铳齐射，攻击目标是大象的鼻子以及驾驭大象的象奴。大象未曾见过火器，纷纷往后撤，冲乱了安南军的阵型。张辅乘势猛攻，骑兵为2翼，以密集箭雨射击溃散中的敌军，斩首5万余人。黎氏连战连败，溃不成军。明军分兵追击，将黎氏及其家人全部俘虏，押送回京师问罪。明军乘胜夺取抚州48个，县180个，户312万。时隔500年，安南再次纳入中原王朝版图，改称交趾布政司。张辅功不可没。也许是脱离中原王朝太久，安南并不稳定。张辅回京后，当地的黎氏家族拥戴陈氏的土豪再次兴兵，与明军对抗，气焰嚣张。1408年，朱棣派穆圣征讨安南，中了敌军诱敌深入之计，损失惨重。穆圣战败，张辅再次挂帅出征，对叛军一顿猛揍，俘虏自称帝王的陈氏王朝大臣检定，将其押送回京。从1410年之后的5年里，张辅又多次出征安南，讨伐当地叛军，4征交趾，3擒伪王，威震西南，堪称国之柱石。穆氏家族和安南的民众都不服，却不敢惹张辅。可惜朱棣没有让张辅家族世代镇守交趾，享受穆英家族一样的待遇，导致安南得而复失。史家评价，使定兴府不还京师，得四穆前宁长守交趾，以至正统14年乃卒，则安南岂有先定兴府而献没者哉？明史主编张廷玉也惋惜，欲之有道，可以见安；守之无法，不免再变。全交氏之始终，盖悉张辅之不得为滇南之目是也。张廷玉认为，张辅若是继续镇守交趾，类似穆英守卫云南，经营几十年后，交趾民众认可中原王朝，历史将大不一样。没能镇守安南，张辅则3次参与北伐，与蒙古作战。永乐22年，
朱棣第5次北伐草原，张辅奉命搜索敌军，阿鲁台早已逃之夭夭。张辅建议朱棣让自己率5万骑兵长驱直入，携带1个月的粮草，效仿霍去病的战术，深入漠北追击，擒拿阿鲁台。张辅的军事能力，朱棣并不怀疑，却没有采纳。此时，朱棣已经垂垂老矣，身体孱弱，很可能在班师途中驾崩。若是张辅还在漠北作战，皇位能否顺利交接是个疑问。毕竟张辅跟朱高煦的关系不一般。朱棣驾崩后，朱高炽继位，继位的明仁宗朱高炽依然对昔日父亲的宠臣恩宠有加，可见张辅作为臣子的合格。张辅继续受重用，地位甚至比下元吉还高。1426年，朱瞻基继位，张辅地位更高，权势显赫，哪怕是御驾亲征，明宣宗都点名张辅陪驾左右，可见对其之信任。即便得到皇家如此礼遇，张辅依然恪守本分。在朱棣丧期满27日时，群臣已经改穿吉服，满朝只有张辅和杨士奇与仁宗一样是带素冠，穿麻衣。就连仁宗都不得不感叹，作为武将的张辅比文臣更懂礼数。1426年，张辅随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。宣德4年虽被解除兵权，却被加授特进光禄大夫、佐助国，继续参与军国政务的决策，只是不再领兵征战，依然可见明宣宗对张辅的信任。也是因此，宣宗在临终托孤之时的5大臣也以张辅为首。但是在1449年，此时的张辅已经迎来他生命中效忠的第4位皇帝朱祁镇。朱祁镇幼年继位，亲政时才16岁。为了制衡父亲留下的几位顾命大臣，少年君主启用了宦官，也同时开启了大明宦官乱政的100年之上。时隔20年，张辅再次随军出征。这一年的土木堡，20万精兵覆没，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虏，随征的文武百官幸免者寥寥无几。土木堡之变，明军3大营覆没，距离朱棣病逝才20多年，曾经傲视漠北的明军骑兵不复存在。75岁的老将张辅追随英宗出征，也阵亡沙场，死于小兵之手。如果张辅能挂帅出征，认真筹备北伐，击败也先并非难事。这么一个4次征讨安南、3次擒拿对方伪王的名将，却在75岁阵亡沙场，这是明朝的悲哀。朱元璋为了大权独揽，废除丞相制度，君王日理万机，又不相信大臣，遇到事情只能找身边的宦官商议，这是宦官干政的渊源。起初，朱元璋还亲力亲为，不让宦官干政。后代帝王没有朱元璋的精力，对大臣又不放心，只能让宦官参与政务。从朱棣至朱瞻基，帝王对宦官愈发倚重。1436年，10岁的朱祁镇继位，宦官王振受到重用，终于酿成土木堡之变。1449年，也先率10万骑兵南下，王振怂恿朱祁镇御驾亲征，5天之内召集京师附近的精兵，总计20万，征讨也先。王振仓促出兵也就罢，还拉着满朝文武百官以及皇帝上阵，岂不是胡闹？张辅是名将，也只是一个闲杂人，不能管理军队。20万大军在长城附近晃悠悠，王振屡次改变行军路线，粮草供应又跟不上。关键时刻，王振还相信也先投降的诚意，结果惨遭失败，废除丞相制度，造成宦官干政，这是土木堡兵败的关键，也是明朝历史的一大辛酸。王振、刘永、汪直、刘瑾、魏忠贤等宦官，让明朝苦不堪言，终至于灭亡。